智胜第5集《东风浩荡》都刷了吗？没刷过的赶紧去补课，刷过的建议揉揉眼睛再刷一遍。刷完了这一集啊，我整个人直接从沙发上弹起来。好家伙，这哪里是拍纪录片，这分明是官方在向全世界明牌什么叫人类高质量内卷，什么叫把敌人的美梦物理超度。今天啊，咱不聊虚的，就用一个普通人绝对想不到的刁钻到脚后跟的视角来好好扒一扒，为什么外媒看完这部片子集体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为什么让全世界战术专家睡不着觉的根本不是东风快递那闪闪发光的弹头，而是这群在深山老林里30年都没按过发射按钮的老六。坐稳扶好，发车。我是白放大热大招，欢迎来到老友记。咱们先来聊聊西方那群天天喝着冰美式，脑子里充满了神话叙事的智库专家。每次咱们东风浩荡，大国重器一露面，这帮人就跟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开始在华盛顿的演播室里边上蹿下跳，痛心疾首地发表高论。Oh my god， 中国不讲武德，他们为什么要把几百吨的保卫疙瘩藏在崇山峻岭里？为什么他们不把大部队摆在海岸线上晒太阳？这不符合现代军事美学。每次听到这儿，我都想隔空给这帮洋大人翻一个方圆800里都能看见的巨大白眼。250年的智慧，哪懂什么叫老祖宗的智慧？道德经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牛逼的东西从来都是藏在连雾霾都熏不到的深山老林里。平时看起来憨憨的、静静的，甚至连个发射按钮都快盘包浆了，都没机会摁一下。可一旦他决定开枪，那叫一鸣惊人，直接把对手的脑浆子都给震出来。西方人崇尚的是什么？是古希腊神话里的秀肌肉，恨不得把航母开到人家家门口贴脸输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带了防狼喷雾。这就好比一个暴发户手里拿个大金链子，在大街上走8字步，生怕别人不来抢他。而我们呢？我们玩的是太极推手。孙子兵法里早就把这层窗户给捅破了。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矣。最顶级的威慑，从来不是天天拿着喇叭在院子里喊我要打死你，而是你把刀磨得雪亮，坐在摇椅上喝着茶，眼神慈祥地看着对方在那儿上蹿下跳。对方呢，一看你这架势，心里边就打鼓，这老小子30年没出过手，他到底憋了多少大招？当然非本大招。我今天要是敢动一下，会不会直接被物理超度呢？这叫什么？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西方人天天琢磨呢怎么在牌桌上出老千，而我们呢，直接把桌子给掀了，顺便在山沟里建了个东风快递全球直营总部。但你要以为这帮在大山里待了30年的官兵天天就是喝茶看报，那可就大错特错。在智胜这一集里有一个细节我看得直起鸡皮疙瘩。片中采访了一位叫邱国旭的老兵，他在部队整整干了30年。这30年里他干的最多的是什么工作？备份号手。好家伙，听到备份这俩字儿，现代打工的 DNA 是不是瞬间动了？在互联网大厂里，备份或者说备胎，那就是个随时准备背锅、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的悲催存在。老板画饼的时候没你，年终奖分钱的时候没你，裁员优化的时候第一个把你写在名字上。但在火箭军的阵地上，备份这2个字的含义沉重的能把地球砸个坑。节目里怎么说的？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主打的就是一个，只要地球还在转，主系统哪怕被陨石给砸了，备份系统也能1秒无缝衔接，直接把敌人的指挥所送去见上帝去。当影子的滋味好不好受？邱国旭说的很实在，失落肯定有。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越来越远。但紧接着老兵的话锋一转，直接封神。可没有板子垫着，这名字该往哪儿刻呢？主将跟备份本来就是不分家的。同志们，这就是中国军人的格局。咱们反观现在的某些社会现象，干点啥都要发点朋友圈，点个赞，开个会恨不得把 PPT 做成好莱坞特效。稍微受点委屈就在社交媒体上写一篇800字的小作文，寻求安慰。聒噪，太聒噪。再看看这群深山里的号手，他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干着最枯燥的活，盯着最复杂的参数，把生死置之度外，却连个上实弹打靶的名字都可能混不上。退伍了连块砖都没留下。可正是因为有了这无数个退伍连名字都没留下的背景板垫底，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才能在大街上安心的撸串，
喝啤酒、刷短视频，不用担心哪天头顶上掉下来个不速之客。这叫什么？这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种把个人生死融入国家命运的浪漫，是那帮只懂算计个人 KPI 的西方政客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东方降维打击。如果说辈分好手的坚守让人破防，那片中展现的极限战术演训，简直就是对所有和平演变幻想的公开处刑。你以为的军事演习是怎样的？两边排好队，鸣号开战，打完握手言和，晚上再加个鸡腿？对不起，现在的火箭军演习简直就是全网最硬核、最丧心病狂的杀手级剧本杀。在片中呀，导演部那群堪称老六中的战斗机的裁判员们，给红方直接上强度上到了天际。一上来，敌方直接实施饱和式破袭，把所有的发射单元全给判定阵亡或者车辆受损，所有的发射单元都不再完整，通信被掐断，支援被切断，甚至连战友都倒在了血泊里。按照常规剧本，这时候指挥员该举手投降或者申请外场援助了吧？结果呢，老兵现场给你表演了一个什么叫单人绝地求生，没有弹药补给，上一轮早就通上了电，带电时间越长，安全风险呈几何级数暴涨，温度、湿度、风速全在极限边缘疯狂试探，没有人手，老兵自己一个人身兼指挥长、号手、警戒员数职，现场给自己下口令：5、4、3、2、1，发射！导演部在一旁边看边倒吸凉气。有人问导演部的主官：“你把规则定得这么死，把局势设计得这么惨烈，天天跟手下人死磕，就不怕把他们逼疯吗？”主官说了一句让人醍醐灌顶的话：“今天你对训练战法心慈手软，明天战场就会让你的官兵连骨灰都找不到。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必须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听到这儿，我真的想给导演部的这帮老六竖个大拇指，这才是真正的对生命负责的态度。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兵法里最核心的思想：平时多流汗，战士少流血，以及孙子讲的其用战以贵胜贵久。战场不是演戏，敌人不会因为你长得帅、会写文案就对你手下留情。把困难想得越极端，把极限逼得越狠，我们在真实的战场上活下来的概率才能呈指数级上升。那些天天在网上抱怨内卷的人，真该来看看东风快递员的内卷。他们的内卷不是为了多抢2个 KPI， 而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一脚把试图践踏中华大地尊严的恶霸直接踹回太平洋老家。光有一线官兵的死磕还不够，现代战争打的是科技，是体系，是科学家跟一线官兵的双向奔赴。片中还有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苗亚洲，以及那些在幕后跟装备死磕的科研工作者。导弹这玩意儿精密度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你以为造导弹就像搭积木一样简单吗？片中提到一个细节，他们的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一颗螺丝都必须纯手工去拧，对力矩的要求精确到了什么地步？少一分，导弹在翻越千山万水、承受极高因素摩擦的时候，可能直接松动脱落，导致凌空解体；多一分呢，当场给你螺丝崩断。几十个亿的科研心血直接泡汤。在零下几十度的风雪大山里，科研人员跟测试号手拿着工具，像外科医生给婴儿做心脏手术一样，一颗螺丝一颗螺丝的扭，一个插头一个插头的核对。当遇到电池电压监测或者装备极限指标有争议的时候怎么办？是把责任推给部队，还是草率了事？科研人员直接卷起袖子，现场跟官兵一起泡在发射场，耗上几个小时、几天，顶着随时可能发现的技术风险，硬的把每一个数据误差榨干吃尽。为什么呢？因为正如片中所说，速度的边界那是飞行员用生命飞出来的，装备的极限那是科研人员用勇气跟头发熬出来的。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底蕴，从古代墨子的机关术到鲁班的精益求精，再到今天大国重器的千锤百炼，中国人骨子里从来就不缺少这种匠人精神。我们不相信什么上帝保佑，我们只相信精益求精的每一个微米，跟绝不退让的每一个坚守。视频的最后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拉回到那面挂满名字的号手墙，以及营区石桌上刻着8个大字的小天地大格局。在这个流量至上、浮躁喧嚣的时代，很多人觉得只要手里有网线就能指点江山，只要会敲键盘就能改变世界。但央视的这部《制胜》用最震撼的镜头语言狠狠地抽醒了所有人。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从来不是因为空气里充满爱，而是因为在祖国看不见的最深处，有一群30年不按按钮的人，用血肉之躯跟钢铁意志，为14亿人撑起了一把谁也打不穿的保护伞。当外媒还在猜测我们的底牌是什么的时候，当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宵小还在妄想试探我们底线的时候，我想大局已定。正如老兵所讲，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绝不怕事儿。我们的导弹可以30年不发射，但只要祖国一声令下，5、4、3、2、1，点火，那一刻东风浩荡，震动全球。我是不爱放大招大招，点赞关注，下期再见。